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绿茶哥的频道。今天这期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崛起 2.0 版的轻弩斩猎弹配装。斩猎弹在崛起可以说是相当强势了，这次推荐的雷狼轻弩还是速射，整体伤害非常恐怖啊！咱就看这一发打下去，一颗斩猎弹3跳，斩猎速射是2连发，所以一共6跳嘛，每一跳48，这一枪打下去就有288的伤害。什么概念呢？一只暴鳞龙啊，2分多就带走了。不过这把弩打斩猎机动性会受到限制，日常狩猎的话，偶尔有些失误也很正常。但是即便我们猫一次，也能随随便便进3分台这就让今天介绍的配装成为名副其实的暴鳞收割机。而暴鳞龙的产出非常可观，素材的评价值很高，可以用来炼金、刷护石，2-3分钟一场的话，这个效率可以说是非常给力了。另外还能顺便刷到高阶珠子所需的琉璃圆珠，可以说只要咱配出这一套，那发家致富可就近在眼前了。俗话说得好啊，苟富贵勿相忘闷声发大财的同时，也别忘了给兄弟我点个赞。之后还会继续分享各类实用且有趣的配装，不想错过的兄弟们还请订阅支持一下。我会努力把这个频道打造成属于每一个志同道合的猎人们互相学习、分享交流的平台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赶紧开始配装。还是老样子，先展示一下具体配置，然后再做一些讲解和分析。弩枪克制是加长枪管摆龙强化攻击力。这套说实话护石要求不高，结弹2是我做这期影片前刚刷出来的，就趁热赶紧用上了。用任意弱特2护石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把2颗痛击珠换成省弹珠就好。由于斩猎弹的弹仓不是很足，算上调和也只有60发，所以建议大家多多利用道具和猫饭来提升单发伤害，配合上满级的弹药节约，弹仓就不会太紧张了。猫饭的话，推荐短期催眠术，效果是在开场的10分钟内提升9点基础攻击力与15点防御力是个比较万用的增伤型猫饭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斩猎弹的主要伤害可以类比于近战的斩击系伤害，所以不吃粗暴射击术和射击术猫饭的加成。车甲榴弹在这点上也类似，还请大家留意一下。道具的话，推荐至少带上鬼人种子和粉尘，鬼人药与种子粉尘都是可以叠加的，只是吃鬼人药的时间比较长用不用就见仁见智了。推荐至少磕上种子和粉尘，不论是速度还是压制力上帮助都很大。OK， 再说回配装，如果你的结弹2护石有3级孔那么还可以将手甲换成白兔兽万甲，这样还可以白嫖2级看破，进一步提升伤害。那么也不难发现本次斩猎弹的核心技能就是痛击超星加速射强化了。攻击期与超会星的取舍我在贯通那期也讲过，轻弩的物理倍率本来就低，速射还要再打个7折，堆面板的收益属实是不高，再加上斩猎弹的打点非常集中，弱点特效的触发非常可靠，超会星的收益也就上来了。速射强化自然不用多说直接为速射弹种提升 20% 的伤害，现在更是不用绑定任何装备或护石，用珠子就能出满，算是速射弹种的必备了吧。另外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装填速度和反动抑制都得拉满，才能将斩猎弹修正到装填最快和反动小。由于既不能走射也不能走装，所以推荐用前滚回避这个交换技来提升机动性和安全性。其实滑步射击有不错的增伤幅度吧，可是由于不能走射走装，实战中经常滑步反而断节奏，本来在有大的输出空档时基本都是站桩连射嘛，没有必要去滑步增伤了。而且要注意任意动作后的硬直期间接的垫步是不能增伤的，只有在无硬直的情况下，滑步加迅速射击才能起到增伤效果。换言之，就是对于这把弩来说，滑步增伤的覆盖率也不会太高。但如果你已经比较熟练了，垫步回避还是可用的，怎么说也是个增伤技能嘛。如果想求稳的话，还是推荐带前滚回避啦。OK， 那么接下来就是实战环节啦。最后祝大家的护石运都拉满，早日实现配装自由。強
標的発見です。絶好調です。